好，我们先调一个底色啊，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好，我们今天来画一个朝上的包菜。那我们底色先还是一样的哈，底色还是太白3绿胭脂把它调好。然后我们到时候在浅色的地方是要用到底色的。啊，这个底色有点调不均匀哦，因为这个胭脂太多了一点。胭脂不要加太多了，我们胭脂这边的胭脂就放在这里。我们今天画的这朵花用的颜色是用的这个玫瑰红，还有这个赭石，还有用这个橄榄绿这3种颜色来画的这个花头。上面那个大家想看的上面这个，先调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水分太多了沾掉一点点啊，再调这个赭石。那每一次可能调出来它的颜色都会有一些差别。那刚刚有家人说要画一个不一样的，要画一个朝上的，朝上的也可以哈，我们直接把这一个往上朝。那我们像画这一块的花瓣，我们往上画，往上画都可以啊，来朝上。推过来，一边一笔点过来，可以点大一点哈，可以点大，一直往上后延伸。这个水分是有一点点多，有一点点多。这个第一层的花瓣我们画了之后，我们加第2层的，第2层的花瓣。第2层花瓣我们可以稍微画小一点哈，画小一点点。那这边可以直接推过来，推过来，从这个缺口这里。来，可以画小一点点哈，画小一点点。来到这里一点点角，伸一个角出来，然后这个是第2层哈，这个是第2层。然后我们第3层，第3层我们就又可以宽一点了。那每一层的这种都要有不一样哈，都要有这种不一样，要有宽窄大小不一样。就不要把每一层都画成一样的。好，这个是3层。那么一边我们分3块去画这个，分3块或者是4块，那我也可以分成4块啊。这个是第1块，我们还是这个太好看了，谢谢。我们还是这个搭这个架子哈，这个是第1块，第1块我们从下往上，然后我们第2块又从这边，都是朝着这个中心的地方去包哈。既然是一个包菜型的。橄榄绿，橄榄绿。直接画这个花头了，直接画花头。那么这边就是侧面的花瓣，按下去提起来，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往后拖。这个一个之后，我们还要画第2层，第2层可以让它叠加的一个层次。第2层画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第3层，第3层又可以再宽一点哈，又可以宽一点点。这是3个层次，那这3个都是这么大的，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一个小小的花，小小的这种反瓣，在这里加一个小小的。来，我们补充，笔上干了，补充一点点底色。
们这一块的有大有小，然后我们这里可以伸出来一个反半啊，伸出来一个反半，我们这边这个架子就这样子可以了。我们还可以往后包一点点哈，还可以再往上包一点点。来这个地方我们来一个出来，包过来是可以的，继续往上包。那一个里面这个缺口还有，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小的花瓣，好，这2个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画这一边，这边我们要有所不同，每一个的花瓣要有变化。这边是正面的，这边是比较宽的，这边是侧面的。那我们这边要画怎样的呢？这边还是这个侧面的花瓣，都是这个侧面花瓣来搭架子。这个是这个正背面的，这个是这个侧面的。那么这边要画这个更侧一点点，只看到一点点的侧面啊，只看到一点点侧面，就窄窄的一点点就可以了。好，我们直接这样子下来，直接这样下来一笔就可以了。笔尖要补充一点深色啊，笔尖要补充一点深色进来。来，可以还是往里包一点点，有些地方往里包一点点。笔尖不停的补充一点点这个赭石色，根部的这个地方还是补充一些这种小的碎花瓣。好，这个是中心的地方，这个是花心的地方。这个架子搭成这样子，大家觉得可以了吗？这里再加一点点哈，这里再伸出来一个，就有很整齐的，我们要偶尔要有跳出去的花瓣。你看这些都很整齐，我们偶尔都要有这种跳出去的，要有大有小有变化。那这边也是齐的，那这边也要有跳出去的。好，这边也要有跳出去的。来补充颜色，我们现在还是画这个包菜形的，也是一样的。先搭这个架子，那这个后面我们这里只有3层，你看这里这么多层次，这里也这么多层次，我们这里层次是不是觉得少了一点点？那如果觉得少了一点点，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加层次啊。这里加一个层次，好，这里加一个层次，有一点直哦。感觉加出来之后有一点点直，我们这里还可以再加，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还可以再加一个这个反过来的哈，翻展过去的这种花瓣，还有一些这种翻展过去的这种感觉。那后面的其他的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加，待会儿我们到最后再看一下怎么加。这里先加一个小的，哎，这个颜色没有调均匀哦。笔尖的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笔是没有调均匀的，这笔调的不够均匀啊。这个底下有一点点，这里加一个小的花瓣，这里颜色没有调均匀，看到吗？偶尔有一笔还好，但是不要全部都调不均匀，那就不好了啊。好，我们这个架子就搭成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架子就搭成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去补充正瓣啊，这个颜色调的有点多。补充正瓣，我们多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多调一点点这个赭石，然后去补充里面的这个正瓣啊，从哪里开始补呢？我们从哪里开始补都可以啊，来，从这小的缺口里面去补充，侧锋行笔去补充这个正面的花瓣，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这个赭石。好，一样的侧锋行笔去补充这个正面的花瓣。那每一次我们调色，你说有规律吗？你看这朵花跟这一朵花用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画出来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啊。好，这里继续补充。好，继续叠加这个层次。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反半里面去补充这个正半啊，把所有的反半里面的正半都补上。缺口最深的地方补充1笔之后还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补充。好，笔尖要最深的啊，笔尖要有最深的。那补充正半都是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开始去补充。来，笔肚里面可以去补充一点点水分。那么这朵花，我们就想把它这个上面这里让它最深，像这些地方让它越来越浅。就是每朵花我们让它稍微的都有一点点区别，这样子。好，你看这个缺口，我们从缺口最深的地方去补充，补充了一个之后，后面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个大一点的，可以包过来。好，笔山再补充一点点深色。好，我们来这边补充一个，这里就更大哈，这个花瓣就更大，直接过来，直接包过来，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没有画到位的这些空隙的地方稍微的做一下调整，就可以了。好，我们该补充的这个正半都去补充正半。笔上干了，我们就稍微的补充一点点底色。笔上干了就稍微的补充一点底色。你看这个也是包菜，这个也是包菜，它也是不一样，每一朵花它都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继续来补充，深的地方要更深一点点哈，好，补充一个之后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层。那这一层我们可以包过来。好，这个里面继
继续来补充这个正面的花瓣。补正瓣的时候，我们的颜色是稍微的深一点，然后我们在补的时候也是，按照推一笔点一笔的形式，然后画。补完之后，我们这个挨着这个反瓣的边缘，这里可以再去调整一下。就我们不要一笔下去哦，一笔下去我们会容易把这个花瓣画太圆。然后补充这个外围的这个花瓣，也可以调一点点这个橄榄绿进去，让这个花瓣最边缘的地方透一点点这个绿色。那橄榄绿也不适合画太多哈，也不适合太多了。笔尖始终要保持有深色，因为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都是要有这个颜色深浅，有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好像这个地方我们也补充一个这个正面的花瓣。那这些地方补充这个花瓣，有可能它是碎花瓣，也可能说是正花瓣，就有一些空的地方我们可以补充这个碎花瓣。好，这里随意的去补充一个反面的花瓣啊。好，我们现在这些花瓣里面加一点绿色了，加一点橄榄绿进来，加点橄榄绿，加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加一点点玫瑰红，也可以加一点点赭石，好，我们这里来画一个大的花瓣啊，点加推的方式啊，画这个大的花瓣。橄榄绿加这个橄榄绿里面加一点这个玫瑰红，根部的地方加深一点点，加红一点点啊，根部的地方加红一点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花瓣要怎么去加，怎么加这个花瓣才好看。加了绿色，然后加这个玫瑰红，加这个赭石，啊，这个花瓣慢慢的过来。颜色慢慢的渐变，啊，这一笔颜色没有调均匀，大家可以看到颜色没有调均匀啊。就我在画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啊，小心一点，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了，你画的这个花才会好看。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了。好，这里来切一笔，让它切成两半，就是这个花瓣很大，这个花瓣两个花瓣有点类似，我们把它切一下，来补充颜色。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花瓣，我们直接在这里加上之后，我们后面再看一下怎么去补充、去填空，用填空的方式啊。那最后就是调整花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填空。
来补充一些碎的花瓣。好，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哪里需要去补充花瓣。这个缺口我们是始终是要留着的，这个缺口我们不要把它画满了，要留有缺口。这里补充一个小的碎花瓣啊。好，我们在画心的地方，用这个赭石最深的颜色，把它填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画心。这一朵花的话，我们画的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当然也不影响它的美。它就不是这个形状，它就不是说一个很常规的一个形状。然后我们稍微的往这一边，来，我们再反比的来调整一下，整个花型。用这个橄榄绿来调整一下花型。用这个橄榄绿，水分稍微有一点点大，我们待会儿干了之后，现在我们看着它的水分是很大，现在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点，干了之后它会变淡一点点啊。干了之后它的颜色整体的它会变淡一点点。有一些地方有，不要每一个都有哈，不要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绿色，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就可以了。加一些这种碎的细节就好了。这朵花基本上就这样吧。这是一个朝上的一个包菜，是不是一个朝上的一个包菜？这朵花整体的我画的时候水分有点大，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水印。看一下这个水印，水分大的话，你们初学者尽量不要那么大的水分。初学者如果水分太大了，你们可能掌控不好。我这个水分是很多的哈。那这两朵完全不一样哈，虽然说都是包菜型，但是都不一样。
好，我们现在来画一下这个花心。我们先用这个极点3绿出来，用这个3绿画这个花心的这个雌蕊。画雌蕊的时候要浓一点，不要太湿了，太湿了我们在这个颜色上面就看不出来。颜色要直接是这种浓色，厚的颜色。画5笔就差不多，然后我们还要用这个胭脂，调一点胭脂啊，调一点胭脂再提一下，提几条线就可以了。大概这个花心雌蕊就画写意的，就大概这样子画，就不用说把它画得太过于逼真。好，我们再调一个这个画花心的颜色，花心是用这个太白和这个藤黄调和，藤黄是少一点，太白稍微多一点。然后我们用这个我们画花心的这支笔把它调和，就不用加水，就是咱们洗笔的时候，笔里面有一点点水，就利用那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好，我们先定5个点，平均的定5点，定5组。好，我们画花心的时候，像点这个豆芽一样的，稍微的这个笔不要太直，稍微往里勾一点点，像点这个小逗号一样的也可以，就不要点得太死板，稍微的灵活一点点，有一些姿态。就像我们这个包菜型的，那我们这个花心，它让它往里勾，往这个雌蕊的这个地方稍微勾一点点。然后我们点的时候要点密一点，不要点得太散。就是我们密的地方可以点得很密，偶尔就跳出来1-2颗。这样子它就会显得整体就会显得灵动。就我们不能说点的整个这个花心都是散的，都能看到这个底下的这个底色，那就不好看。我们要把密的地方，就是密的，就是透不出这个底下的这个红色，要密到这种程度啊。好，还是一样的，带点勾。往里勾一点点，偶尔这个边缘会有一些跳出来的。点的时候，这个笔上的这个花心的这个黄色要饱满，如果不够饱满，你点出的那个点它就是散的，它也不够饱满。所以说如果说当你点的时候觉得太干的时候，你可以用笔稍微的蘸一下水，但是千万不能水不能太多了，太多了我们点出来这个花心，这个花这个点儿它就不够饱满，颜色要够浓，点出来它的这每一个点儿它就够饱满。就是在点花心的时候，你们可以在看课程的时候，你们可以把这个镜头用手指把它撑开，放大放近一点看，看得更清楚啊。1、2、3，我们现在点了4组了，点4组。然后我们在这个空隙这里再加1组。好，点多一点，密的地方点密一点。然后我们偶尔这些空隙里面跳出来几个，就让它有整有碎的这种感觉。好，不够密的地方我们再加密一点。好，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再跳出来几个，我们再调整一下出来的这种，让它整体更加协调一些。好，然后再稍微的扫一点点这个花丝，
用笔轻轻的扫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太明显，扫一点点这个花丝。好，基本上就差不多。这幅画就完成。